大家好，我是甄妍。根据美国軍事網站戰區8月23日取得最新的商業衛星影像，位於大連造船廠的中共第4艘航母004型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拼湊成型。這個大連造船廠也是遼寧艦與山東艦的建造地。這艘自2024年秘密動工的巨艦，艦首結構現已更趨完整。當前艦體長度已達約320公尺，型寬約46公尺。這一尺寸不僅已超過總長約316公尺的福建號，更直逼美軍福特級核航母的337公尺。鑑於航母建造過程中，艦體從水線向上會逐漸變長變寬，004型完工後的飛行甲板規模將更為驚人。更引人注目的是，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與戰區的分析指出，先前衛星照片與近地照片中均發現了2個看似獨立的反應堆安全防護結構，其配置大體與美軍核航母一致，強烈表明004型級有可能是中共第1艘核動力航母，並預計搭載電磁彈射與攔截裝置。然而，幾乎在同一時間，西沙群島的衛星數據也暴露了中共另一項瘋狂的工程。過去大部分時間淹沒在水下的羚羊礁，在短短10個月內，經歷了不間斷式的絞吸式追填作業，從小礁盤暴增為面積達6平方公里的大型人工島。島上正挖掘着61公尺乘61公尺的大型軍用機庫預定地，並頻繁停靠海警艦艇。儘管中共官方對外宣稱這座島嶼的建設純屬商業與民用目的，但這座距離海南島海軍基地僅296公里的人工島，其軍事化意圖已昭然若揭。有網友針砭，這就像一個極度惡劣的鄰居，在公共人行道樹立禁止擅入標誌，瞭望塔與飛彈發射器卻大言不慚地對外宣稱這只是和平花園的延伸。中共急於用鋼鐵與混凝土堆砌強國符號，企圖營造造船速度碾壓美國，完成對台海南部側翼絕對封鎖的假象。但這2大工程背後掩蓋的是其無法克服的技術硬傷與後勤死穴。美軍福特級或尼姆茲級航母的核動力技術是建立在數十年技術迭代與無數次深海實戰部署的基礎之上。反觀中共，過去在民用與軍用核技術上，從未有過10萬噸級大型水面艦艇的實戰運行數據。004型若強行上馬建在核反應堆，在安全性、堆芯壽命及輻射防護上均面臨極高盲區，暫時極易成為失控的海上核彈頭。另一方面，在台海衝突情境中，北部南海雖然是中共保護南部側翼、阻絕美軍切入的側翼保險，但混凝土和沙石堆不出真正的防禦縱深。美軍精確打擊只需發射數枚導彈破壞跑道、碼頭與雷達站，這座人工島的空軍價值與補給能力將瞬間歸零。南沙人工島早就被美軍評估過，在高強度衝突中存活時間極短，羚羊礁也不會例外。美國軍事網站戰區特別提到，中共同步正在建造一艘可能成為世界最大專用遠洋補給艦，這恰恰暴露出其最致命的戰略軟肋。004型航母雖為核動力，但艦載機所需的航空燃油、重型彈藥、數千名船員的物資，以及護航的常規動力驅逐艦，依然極度依賴常規燃料與補給。美軍之所以能常態化執行遠洋任務，靠的是遍布全球的海外基地網絡，而中共缺乏全球基地支援，一旦艦隊駛入深海，那些龐大笨重的補給艦隊與羚羊礁的長途補給線，將直接成為美軍核潛艇最容易獵殺的標靶。補給線一斷，004型就只是一座動彈不得的昂貴廢鐵。據悉，004型預計搭載的殲35匿蹤戰機、空警600預警機、攻擊11艦載無人作戰飛行器及各型直升機，其量產進度與海軍飛行員培訓體系目前嚴重脫節。
陷入有建無機或机源訓練不足的窘境。此外，福建號的電磁彈射系統至今尚未經過高強度實戰考驗。004型強行擴大規模，只會放大系統故障風險。更嚴重的是，在中共內部經濟壓力巨大、地方債務高企、青年失業率居高不下以及軍工體制腐敗的背景下，10個月強行吹天的羚羊礁面臨地基沉降、颱風侵襲與生態毀滅的考驗。004型在大躍進式工期壓迫下的鋼材品質與焊接工藝，更埋下了嚴重的質量隱患。對台主戰場而言，羚羊礁距離過遠，既無法直接提供登陸火力支援，也無法有效覆蓋台灣本島周邊空域。如果美軍選擇繞開或優先打擊海南與中國沿海的指揮節點，這座島的戰略價值將被大幅稀釋。更糟糕的是，大規模礁溪式挖泥直接摧毀了珊瑚礁生態，破壞漁場生計。每多建一座這種人工島，中共就多得罪一次周邊東協國家。越南、菲律賓等國對此高度警覺。這非但沒有鞏固中共的霸權，反而給了美日澳加強軍事合作與印太部署的正當理由，加速把自己變成众矢之的。面對中共这種用工程代替戰術、不斷拼造建速度和噸位的做法，美軍和印太盟友早已不再走一艦對一艦的傳統硬碰硬路線。美軍很清楚，如果在第一島鏈內跟中共比造船速度、拼產能，最後只會陷入無休止的消耗戰。因此，近年來，五角大廈和印太司令部也在調整作戰思路，把高科技打擊手段、不對稱戰術以及多國盟友力量整合起來，打造一套更有針對性的立體反制體系。美陸軍已在第一島鏈陸續部署 PRSM。這款飛彈射程超過500公里，具備動態終端導引能力，可以從陸上機動發射車發射，精確打擊海上移動的大型艦艇。部署在巴士海峽、宮古海峽周邊的離島後，就等於在中共艦隊出海的重要通道上架起一道陸基火力網。美空軍和海軍則以 B-1B 轟炸機、FA-18E-F 以及 F-35為主要平台。在中共艦隊防空飛彈射程之外，也就是大約500到900公里的距離上發射遠程武器。ILR-ASM 具備高度隱身、人工智能自主辨識目標以及抗電磁干擾能力，可以突破航母防空網，直接攻擊艦島、電磁彈射器等關鍵部位。所以，不管是004型航母，還是6平方公里的羚羊礁，面對這種多軸向、多介質的分布式打擊網，都很容易變成地圖上的固定坐標，或者是一個巨大的突出目標。美軍甚至不需要深入南海，就能從遠距離對其實施持續鎖定和打擊。與此同時，美軍國防部副部長提出的複製人計劃，以及美印太司令提出的地域景觀戰略，完全是針對台海與南海情境量身打造的不對稱戰術。美軍不再單純依賴昂貴的高精尖主戰裝備，而是利用美軍在人工智能與模組化制造上的優勢，在短時間內部署數千架廉價、自主可消耗的無人機、水面無人艇與水下無人潛航器。據悉，戰時美軍會從各離島、海上平台及航空器放出成千上萬的無人載具，這些無人蜂群能在幾分鐘內覆蓋整個戰場，形成雷達信號掩護、干擾與自殺式攻擊的多重浪潮。要知道，一架幾萬美元的自殺無人機或無人艇，只要撞擊004型航母的電磁彈射軌道、相控陣雷達天線，或者打爛羚羊礁上的通信塔與管制塔台，就能以極低的代價徹底癱瘓這座10萬噸級航母或數十億美元人工島的空中發射能力。在這種飽和打擊面前，中共龐大的防空系統將迅速耗盡極其昂貴的防空飛彈。美軍海軍還依然掌握着全球最強大的水下絕對優勢。美軍弗吉尼亞級與洛杉磯級攻擊型核潛艇
加上美利坚號2栖戒備群，長期在南海深海海槽、巴士海峽及南海南部水道進行常態化潛伏與測繪。中共的004型航母雖然本身可能是核動力，但其艦載機所需的數千噸航空燃油、重型艦載精確制導彈藥、數千名船員的每日消耗，以及護航的常規動力驅逐艦，依然嚴重依賴常規補給物資。中共正在建造的世界最大遠洋補給艦，在潛艇眼中就是一個極其笨重、毫無匿蹤能力的水面打擊標靶。美軍水下力量的優先獵殺目標，並非昂貴且防護嚴密的004型航母本身，而是專門針對護航的油彈補給船與遠洋長途後勤艦。一旦補給艦在深海被默無聲息地擊沉，失去航空燃油與護航艦燃料的004型航母，將在幾天內退化為一座空有核動力卻無法發射戰機的海上巨型浮標，完全喪失藍水作戰能力。當然，美軍的反制絕非單打獨鬥，而是將軍事打擊能力與國際法多邊外交夥伴網絡進行深度同盟整合，形成軍事與政治上的雙重圍堵。美軍聯合日本海上自衛隊、澳大利亞皇家海軍、菲律賓海軍及加拿大、英國等盟邦，在西沙與南沙爭議水域執行常態化的自由航行任務與多國聯合演習，這直接破解了中共企圖將南海內海化與將羚羊礁設為私家禁區的圖謀。針對中共在羚羊礁等水域進行的大規模繳械式追填，美軍與盟友利用高分貝率商業衛星數據、水下聲納測繪以及生態模型精確記錄，並公開了中共摧毀珊瑚礁生態、破壞漁場及毒害海洋環境的鐵證。美菲等國將這些數據提交至常設仲裁法院及聯合國相關機構，發動法律戰與輿論戰。中共越是在羚羊礁部署雷達與機庫，越是印證了其擴張威脅，反而推動了越南、菲律賓等東協國家進一步向美日靠攏，促成菲律賓開放更多美軍基地，並推動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對話與 AUKUS 聯盟在南海周邊的實質軍事部署。中共花大錢吹填的沙洲潛哨，最終成為幫美軍凝聚印太抗中同盟的最佳催化劑。不論是004型航母還是羚羊礁，本質上都是中共在內部經濟下滑、人口結構惡化、政權合法性焦慮時，向內煽動民族主義所制造的紙老虎。這些錢如果用在改善民生與房地產泡沫，也許更有意義。但是中共選擇用混凝土與鋼板去堆存在感，恰恰暴露了對內無力、對外心虛的實情。在美軍及其盟友立體化、分布式的打擊網絡下，這些昂貴的鋼鐵巨獸與沙洲潛哨，暫時恐將迅速退化為最尷尬的海上標靶。好的，今天就跟大家聊到這裡，請記得點讚、訂閱、留言並分享給您的朋友，感謝您的支持，我是真言，我們下期節目再見。